谢谢大家，我是徐指导。不是谢谢，换了件衣服又上来了，好不好？哎呀，这轮给大家分享一个难以启齿的事情。我6岁的时候被家里强行报名学过1年拉丁舞，能看得出来我家里也没空带我啊。我当时就这个身材了。我第一次去的时候，那个老师超级震撼，就看着我的2位家长，你们怎么理解的拉丁舞？为什么拉个壮丁来跳舞？这个糟糕的决策是由我妈提议，我奶出资。我奶亲自看我跳了一次以后，决定撤资。我当时跳的差到我在班里都找不到合适的舞伴，老师每天在班级前面说，同水平的一个女生一个男生搭档成舞伴，互相学习，互相跳。看着我说：“你先对着镜子跳。”我说：“那老师，等会儿第一个动作我俩谁先跳啊？”直到过了2个多月，班里新转进来一个，我跟他勉强成为了舞伴，水平可以说跟我是不分伯仲。我为什么说勉强呢？性别也完全一致。就我们2个男的跳的差的有点高山流水了，相得益彰啊！就老师那个拍，我俩拍跟不上，但我俩错的拍在一起。就我俩简直可以说是拉丁舞界的一对卧龙。我说这哪是新招进来的，他是镜子里那个我出来了。他从镜子里出来之前，我俩只是一对卧龙卧。后来舞蹈班办了一场内部的比赛，家长们都来看了。我跟龙卧呢，设计了一个动作，就是我俩跳一半的时候撒手，然后转圈再丝滑的拉回来。那天我俩是在第2分钟撒的手，比赛结束后才找到对方。那天就是投资人我奶亲自看的那场。来之前他听说我找舞伴费劲了，但是没想到在台上找啊。看着我跟我的舞伴在台上越找越远，双向辜负。说这舞伴之间确实会形成独特的磁场，这个同性它就是相斥，是吧？我在台上找的时候，我明显感觉到看台上很多家长那个目光已经不看自己孩子了，在那好奇了这是谁家孩子。很快他们全知道了，因为整个看台上就我奶一个低头不看我的呀。不知道为什么。那年我的奶奶开始自学舞蹈，我去看了一次，受了很多我的影响，死死地抓了他那个舞伴我的爷爷徐德伦先生，在那娴熟地操纵我爷旋转，就使劲的伦德伦呐。别人家老头都抽陀螺，就我家老头当陀螺。我爷每次跳完舞回到家，身上一滴汗都没有，全让我奶甩干了。但我挺羡慕他俩，岁数挺大，找到了自己的爱好。2年前，我被公司派到海南那边上班，我也想找一个爱好。我考了一张潜水证。各位，你知道潜水证这个爱好最大的好处就是没有人听完了以后会让你来一段，没有亲戚饭桌上听完了以后说那个把你家浴缸打开吧，咱们开始。我当时刚好是工作把我调到那边，我干的也挺迷茫，我就想报个潜水，然后远离一下。结果到了那个潜点，发现离我公司直线400米。我都怕我潜进公司下水道里。我们那个教练还挺热情，说感谢各位啊，远离自己的工作来这儿学潜水。我说你给我手机套个防水袋，我在这海底下，我钉钉可以打卡。而且我胆子实在太小了，很不适合这个运动。我第一次到岸边，我全是顾虑，我开始担心鲨鱼会吃我。我们那个教练太会安慰人了，他说你放心，这个鲨鱼它不爱吃人，它最多就尝一口。我说你这么说我就不怕了，原来我怕的是鲨鱼暴饮暴食啊！这叫什么话？你说我怕的是鲨鱼吃到我，我又不是怕鲨鱼吃完我。你不能说给我吃的就剩1条腿了，我上来说没事啊，各位，他吃不完啊，他吃不完。而且各位，我觉得鲨鱼不爱吃人，觉得人类难吃，这就证明不了潜水这个运动安全。就咱们一块想想，你说咱们都不了解那鲨鱼什么性格。但如果是我的话，我如果吃到一个特别难吃的东西啊，我肯定会想办法让我的朋友们都来尝一尝。我
我教练说你放心吧，鲨鱼不会长，你鲨鱼最喜欢的食物是海豹，而咱们大多数人类呢，脂肪含量比较低，是安全的。我说你带我来啥意思啊？我穿上潜水服也很像海豹啊。海豹是个体脂率40%的哺乳动物，而我作为一个体脂率35%的哺乳动物，但凡今天有一条鲨鱼想吃减脂餐呢，我为了克服恐惧，我开始在岸边刷一些潜水的那种照片、视频什么的，都很好看，但我越刷越害怕，因为我刷了几个，我发现这些潜水的人都是一些身材很好、很瘦的发的照片。我说那些潜完水的胖子都哪去了？是我想的那样吗？啊！我甚至看到一个帖子，简直骇人听闻，说潜水适合胖子减肥，半年轻了10公斤。我说你说清楚，你是半年逐渐轻了10公斤啊，还是一瞬间轻的呀？我现在感觉这个帖子有问题，我有阴谋论了，我怀疑这个帖子是鲨鱼发的，这该不会是条吊人帖吧？啊！我现在拿潜水证2年了，就用了1次，就是写这篇稿。因为其实我2年前是心情不好才去潜水，当时喜丹1，然后我没选上，没要我，身边几个朋友都来了，就人家都来上海了，就我上海里了。他们安慰我说：“你像那个被贬到海南的苏东坡。”哎，我真的我很想问问苏东坡，你当时在海南写东西没人看到，你难过吗？就你定风波里难受的说什么回首向来萧瑟处，是不是就是发现了这个王安石、黄庭坚要去上海录节目？也不用羡慕，没准那个黄庭坚到了以后说了太多话就被剪了，然后咱都。但你看1000年以后，我在喜丹山的舞台，我提到苏东坡，大家都认识你，这就说明咱俩都从水里上岸了。这句我非常羞耻，各位。但你们看定风波最后一句就这个意思，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就是说明即便是苏东坡啊，他到最后一句啊，他也得上价值。谢谢各位，谢谢你们。谢谢徐指导。喜欢徐指导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这一段有点意思啊，这小苏东坡你。没有，啊，硬收的底，真是。那谁是王安石跟黄庭坚呀？反正不是谢谢，反正不是谢谢。但是上来真像，我晃了一下，你知道吗？就我刚刚上了那一句，真的不是现挂，这跟各位承认，就是我去年下来以后，我接他后面演出，我写了一句，然后我俩就开始，如果他在我后面上这句，我就借他。当然他非常这个确实是很保护原创，这句只你用，然后我不用，哎，非常有原则一个年轻人，这是。那不本来就是他写的，不愧是我的龙卧，好不好？但不管怎么说，真的谢谢你，整个这次的所有的节目最后有这么一个收尾，让我们感觉很满足。是我压力也挺大，因为当时导演组沟通问我能不能收，然后我其实第一反应我有点害怕，然后这个也尝试问过能不能往中间换一换，但是中间的人都不愿意把位置让出来。你跟他们说呀，哎，往边上靠一靠。这帮小机器人啊！但其实这是开玩笑，因为我其实对我这篇内容我稍微有点自信，我希望能给大家今天晚上就是最后能再开心的回去，希望能完成了吧今天，谢谢各位，谢谢你们。但我从演员的角度，这个非常难得，这非常锻炼人。是，因为咱们演出的时候，你都知道，最后一个演出的压力，最好的节目才放在最后呢。哎呀，别，这肯定谈不上。但话说来，我能向您求教一下吗？因为这个。你是怎么从拉丁过桥到潜水的呢？是这样，因为确实我有些东西就是我觉得3分钟正好，然后再多一点呢，我就觉得它梗密度可能就对不上去了。我就有的时候为了保密度，我就会把它砍到一个2-3分钟的体量。因为其实最开始这个段子是想说，就是小的时候其实家里逼着你，像胡来老师说过，就是去学一个东西。但其实学潜水证，我根本不热爱潜水，我单纯的就是为了假装自己没那么空虚。那一刻我发现我好像是我自己的家长，就那种感觉。当时就想这两个能不能放到一起。2年前，然后我当时那份工作把我派到海南，我1年没
上台，我看着大家这个远离我都在进步，然后我特别崩溃的时候，我突然那个画面就浮现出来了，所以最后就选择了这么一个收尾方式。太好了，太会比赛了，是个大赛型选手啊。徐指导这个能力很强哎，就是有的人其实可能把很多故事放在一起，大家会觉得很杂，或者有一个故事没听爽，但是你把每个故事都安排的非常的分量刚好，然后我们就听得很清晰。谢谢谢谢，所以压轴是有道理的，挺厉害。我也是觉得，就是首先文本很规整，而且很巧。我发现你的想象力好强啊！就光鲨鱼那一段，我的妈呀，我就一直在听。主要是真胆小。我知道你胆儿小归胆儿小，但是你想象力真的太强了。就你平时就这么贫是吧？是，确实是。当时反正去学潜水，确实也遇到了点危险，然后没写进去。然后昨天刚好他们转我一个新闻，有一个男的好像让鲨鱼给咬了一块。他没长鲨，让鲨长他一下。